休息了半个小时，已经自认为是克莱恩的周明瑞才缓了过来。期间他发现自己右手手背多了4个黑点，恰好组成小的正方形。这4个黑点由深变淡，很快消失，但克莱恩清楚，它们依旧藏在自己体内，等待着唤醒。4点，正方形，难道是4个角落4份主食的对应？以后我就不需要再准备主食，可以直接上步伐和皱纹了。克莱恩隐隐有了一个猜测，这看起来似乎不错，但身上多了点来历奇诡，缺乏了解的东西总是让人恐惧。再想到地球上莫名其妙的方术在这里竟然也能产生效果，再想到自身睡梦中的奇怪穿越，再想到神秘迷幻不知代表着什么的灰雾世界，再想到一世之中徘徊于周围让人接近发疯的阵阵耳语，克莱恩就难以克制地打了个寒战。在6月底的炎热天气里打了个寒战。他曾经听说过一句话，人类最古老又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，而最古老又最强烈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。现在他就深刻体会到了来源于未知的恐惧，前所未有的无法遏制的，他升起了想要接触神秘领域，了解更多，破除未知的强烈冲动，也有着把头一埋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逃避念头。窗外阳光正盛，为书桌铺上了一层金粉。克莱恩凝望着那里，仿佛触摸到了一丝温暖和希望。他稍微放松了一点，立刻感觉汹涌的疲惫潮水般涌出。昨晚的未眠，刚才的消耗，让他的眼皮沉重像是铅白，止不住的下垂。摇了摇脑袋，克莱恩伸手撑住桌缘，顾不得收拾放置于4角的黑麦面包，踉踉跄跄走到高低床前，刚一躺下沾到枕头就昏睡了过去。饥饿唤醒了克莱恩，他睁开眼睛，一阵神清气爽。除了头还有点疼。他揉了揉额角，翻身坐起，觉得自己现在能吃掉整整1头牛。他边理顺衣服的褶皱，边回到书桌旁，拿起了那块有织万花纹的银白怀表。盖子弹开，秒针滴答滴答地走着。12点半，睡了3个多小时。克莱恩吞咽唾沫，将怀表放进了亚麻衬衣口袋。在北大陆，一天同样分成24小时，每小时60分钟，每分钟60秒。至于每1秒钟的长度和地球是不是一样，克莱恩就不得而知了。对他来说，此时此刻连神秘学、仪式、灰雾世界等单词都无法进入脑海。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食物。食物，吃饱了才能想办法，才能做事情。没有犹豫，克莱恩将4个角落的黑麦面包又拿了回来，弹甩掉沾染的少许灰尘，打算拿其中1条作为中午的主食。因为家乡有分食祭祀后贡品的习俗，而这4条黑麦面包看起来又没有任何改变，他在兜里只剩5个便士的情况下，觉得做人还是得勤俭节约一点。当然，这也有原主记忆碎片生活习惯的微妙影响。因为煤气太贵，用在照明上都让人心疼，他搬出炉子，添了些煤炭。克莱恩来回踱步，等待着水开。那种黑麦面包干吃会噎着的。难道要过早上黑面包，中午黑面包，晚上才能吃肉的生活？不，要不是梅丽莎为我即将到来的面试考虑，1周才能吃2回肉。无所事事，又因饥饿没法思考严肃问题的克莱恩左顾右盼，想到那磅羔羊肉，他望着橱柜的眼神都似乎有点发绿了。
不行不行，得等梅丽莎一块吃。克莱恩猛地摇头，否定了先切一半现在做的想法。作为一个漂泊在大城市的单身狗，他虽然以吃外食为主，但基本的厨艺还是磨练出来了，谈不上好吃，但也够用了。转过身体，克莱恩打算眼不见为净。就在这时，他忽地记起早上除了买肉，还买了嫩豌豆，买了土豆。土豆，克莱恩瞬间有了灵感，旋风般扭回去，冲到橱柜旁，从不多的土豆里拿出2个。他先去公用盥洗室将土豆的表皮清洗得干干净净，接着直接将它们放入壶里与水共煮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他从橱柜里拿出调料盒，揭开盖子，往水里撒了一点点泛黄又粗糙的盐，又耐心等待了几分钟。克莱恩提起水壶，将不算汤的汤倒入几个杯子，倒入大碗，最后才将2个土豆插了出来，放于桌上。他剥一点皮，就往手上吹口气，煮熟土豆的香味一点点弥漫出来，勾人食欲。口水疯狂分泌，克莱恩顾不得只剥了一半，顾不得土豆还有点发烫，拿起来就狠狠咬了一口。粉香，回口泛甜。克莱恩的内心瞬间充满感动，狼吞虎咽般解决掉了2个土豆，甚至吃了些皮进去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拿起大碗，美美的喝了口汤，淡淡的盐味儿冲刷掉了满嘴的发干。小时候最爱这么吃了。垫了垫肚子的克莱恩一边无声感慨，一边掰断黑麦面包，用汤泡软了吃。也许是之前的仪式消耗太大，他足足吃了2条，整整1磅。喝汤收拾。克莱恩感觉自己彻底活了过来，又体验到了生而为人的愉快，又享受到了阳光的灿烂。他坐回书桌前，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。不能逃避，必须得想办法接触到神秘领域，成为正义和道教人口中的非凡者，要战胜因为未知导致的害怕。目前唯一的途径是等待下一次的聚会，看能不能旁听到观众魔药的配方，或者别的神秘知识。到周一还有4天，在此之前得正视原主本身的问题。他为什么自杀？他遭遇了什么事情？没法穿越回去，拍拍屁股就走的克莱恩拿起那本摊开的笔记，打算翻翻有没有什么线索，看能不能补全残缺的记忆碎片。很显然，原主有记笔记的习惯，也有拿笔记当日记的爱好。克莱恩清楚地知道，充当书桌右腿的柜子里满满都是写完的笔记本。这一本是从5月10号开始使用的，最前面多是涉及学校、涉及导师、涉及知识的内容。5月12日，阿兹克先生提到南大陆拜朗帝国的通用语，也源自古福萨克语，也是巨人语的一个分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所有具备灵性的生物都曾经使用同一语言？不，这一定是错误的。哪怕在《夜之启示录》和《风暴之书》的记载里，在比古老更古老的时代中，巨人也不是唯一的大陆主宰，还有精灵，还有异种，还有巨龙。好吧，这都只是传说，只是神话故事。5月16日，资深副教授科恩和阿兹克先生讨论蒸汽时代的必然性。阿兹克先生认为这具备偶然性，要不是突然出现罗塞尔大帝，也许北大陆还和南大陆一样，依旧处于冷兵器时代。导师认为他太过强调个体的作用，他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没有罗塞尔大帝，还有罗伯特大帝。总之，蒸汽时代或许会迟到，但肯定会到来。对他们的争辩，我只感觉没有什么意义。我更喜欢发现新的东西，将被迷雾笼罩的历史还原。也许我不该读历史系，该读考古系。
5月29日，韦尔奇找到我，说是获得了一本第4纪元的笔记。我的女神，第4纪的笔记。他不想去求考古系的同学，想请我和娜雅帮忙解读记载的内容。这种事情，我怎么可能拒绝？当然，得安排在毕业答辩之后。这个时候，我不能分心。看到这里，克莱恩精神一振，比起前面的读史笔记、观念争论，新出现的第4纪笔记更有可能导致原主的自杀。第4纪是如今黑铁纪元前的那个时代，有关它的历史充满迷雾，诸多缺失，就连出土的陵寝、古城和文献都少之又少。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只能借助于7大教会含糊不清、以信仰教育为主的神学典籍，才能勉强拼凑出一点原貌。直到所罗门帝国、图铎王朝、特伦索斯特帝国的存在。立志于破开迷雾、还原历史的克莱恩，对更偏神话传说的前3纪没什么兴趣，只在乎又称众神时代的第4纪，激动可想而知。当前大学还很稀少，绝大多数学生是贵族子弟和有钱人家孩子，平民只要进入，哪怕因身份受到歧视，不被纳入别人的社交圈，但只要本身不极端，靠着分组讨论、集体活动等事情，还是能获得一定人脉资源的，相当珍贵的人脉资源。比如韦尔奇·麦格文就是鲁恩王国坚海郡康斯顿城一名银行家的儿子，为人豪爽，出手阔绰。因为长期和克莱恩、纳亚分在一个小组做作业、做报告，所以习惯性请他们帮忙。没多发散思维，克莱恩继续往下阅读笔记。6月18日，毕业了。别了，我的后裔大学。6月19日，我看到了那本笔记，经过结构、词根等的对比，发现它是古福萨克语的一个变种。更准确地说，1000多年的历史里，古福萨克语其实一直都在微小的演变着。6月20日，我们解读出了第1页的内容，作者是一个叫做安提戈努斯的家族的成员。6月21日，他们提到了黑皇帝，这和前面内容推导出的时代完全矛盾。难道导师的看法是错误的？黑皇帝其实是所罗门帝国每一位皇帝的共同称号。6月22日，这个叫做安提戈努斯的家族在所罗门帝国似乎有着显赫的地位。笔记主人提到自己在和某个叫做图铎的人进行一项秘密交易。图铎王朝。6月23日，我控制自己不去想那本笔记，不去韦尔奇那里。我要准备面试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6月24日，娜雅告诉我，他们有了新的收获。我想我该去看一看。6月25日，从新解读出的内容看，笔记的主人接受了一个任务，前往霍纳奇斯山脉的主峰，去拜访位于顶端的夜之谷。我的女神，霍纳奇斯山脉的主峰超过6000米，怎么可能有国家存在？他们靠什么存活？6月26日，这些奇怪的东西都是真的吗？到这里，笔记就结束了。周明瑞是6月28日凌晨穿越过来的。也就是说，6月27日的笔记其实有，就是那一句：所有人都会死，包括我。克莱恩翻到最初看见的那页，略感毛骨悚然地做出判断。他觉得要解开原主自杀之谜，应该去一趟韦尔奇那里，再看一看古老笔记的内容。但有着丰富的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经验的他，感觉如果自己去了，如果事情确实有关，那多半会遭遇未知的危险。那些明知古堡有鬼还去作死的家伙们就是警示录。
可不去又不行，逃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，只会让事情越累越大，直到决堤涌来，彻底淹没掉自身。报警？总不能是我自杀了吧？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急促有力的敲门声，克莱恩猛地坐直，侧耳倾听。敲门声回荡于空旷寂寥的楼层过道内，